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白鹿唐宫奇案口碑逆袭，5.3分到全网刷屏，凭啥让观众集体真香？开播即陷入舆论漩涡，唐宫奇案知青雾风鸣的初期表现让人捏一把冷汗。白鹿的原声台词被吐槽中气不足，吐字发黏。弹幕里建议查编剧精神状态的嘲讽刷屏，豆瓣开分5.3分时，多少人以为这又将是一部营销大于内容的流量炮灰。然而短短74小时后，剧集却以惊人姿态冲上优酷热度10003，成为平台2026年首部破万剧集，刷新了近2年古装悬疑剧最快破万纪录。更戏剧化的是，央视8套收视峰值达到海外 Netflix 同步上线及引发热议，实现台网双爆的全网刷屏。从豆瓣5.3分的口碑滑坡，到近10亿播放量的热度登顶，这中间的剧情反转比剧集本身还要抓马，究竟是观众集体真香，还是影视评分体系在这一轮较量中彻底失灵？作为古装悬疑剧慢热破圈的典型样本，唐宫奇案知青雾风鸣的热度登顶之路，值得深挖其背后的制作密码。慢热是劣势还是精心的观众筛选？开播前10集，唐宫奇案知青雾风鸣的慢热设定几乎成为舆论靶心。剧组投入3000万一复刻唐长安城，服饰纹样考证敦煌壁画，红黑撞色的构图，雪中打戏的场景被赞电影级质感，但这些制作亮点却被前期的节奏争议与演技质疑淹没。观众初评的聚焦点格外集中 ，B 站和 X 平台上针对白鹿原声台词的吐槽剪辑密集出现。最典型的案例是第3集审讯桥段，那句真相面前人人平等，弹幕里充斥着念成了课堂背诵尾音绵软毫无压迫感的尖锐批评。更有显微镜是观众截图指出，白鹿饰演的李佩仪被2根粗粗的桃木钉穿透身体，活埋后能自行拔出自救的情节，被戏称为医学奇迹。这些挑剔的审视看似严苛，却意外完成了对核心观众的初步筛选。慢热固然有流失泛观众的风险，却也让真正的悬疑剧迷在耐心等待中被逐步锁定。那些愿意忍受前几集节奏争议的观众，往往对古装探案有着更高的审美要求与更长线的追剧耐心。制作团队似乎深谙此道，前10集看似铺陈过度，实则暗藏玄机。唐代宫廷背景的细致还原，人物关系网络的复杂编织，悬疑伏笔的层层埋设，这些看似拖沓的细节，恰恰是为后续案件爆发积蓄势能的关键储备。转折点的玄机，第11集如何撬动口碑逆转？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11集及时密文案上线后，这个看似普通的单元案件，却暗藏着撬动整部剧口碑的关键支点。数据印证了这一刻的魔力。该集播出后，剧集热度指数曲线呈现爆发式增长，社交媒体话题增量突破前值300%。更值得注意的是，优酷站内弹幕量从平均每集15万条激增至28万条，且内容质量发生显著转变。前期劝退演技尬的负面弹幕占比从42%骤降至18%，取而代之的是凶手预测、伏笔挖掘等互动类弹幕占比上升至65%。那么，第11集究竟施了什么魔法？从编剧节奏把控来看，这一集完成了3个关键任务，悬念密度提升至前期的1.5倍，主线矛盾首次全面爆发，主角人物弧光在此刻完成第一次显性凸显。导演视听语言的配合同样精妙，红衣鬼新娘、血绘牡丹等中式恐怖意象被推向极致，雪中打戏的长镜头调度让观众惊呼看得过瘾。制作视角下，这是典型的单元案件撬动整体叙事策略。
当观众还沉浸在即时密文案的解谜快感中时，不知不觉已被引入更宏大的主线阴谋。15年前李家灭门案的线索在此刻首次浮出水面，主角李佩仪与肖怀瑾的双强探案模式也从试探走向默契，观众心理迁移从显微镜吐槽到沉浸式追剧。弹幕与短评的内容演变，忠实地记录了这场心理迁移的全过程。前期1至10集，观众的关注点高度集中于演技、微表情、台词功底、服化道细节等表层元素。弹幕里充斥着女主被活埋时毫无恐惧神色王星越全程像个工具人等显微镜式吐槽，情绪表达以挑剔与质疑为主。中期11至20集，风向悄然转变，剧情推理互动明显增多。这个细节是不是伏笔？凶手应该是那个看似最不可能的人等预测类弹幕占比从12%跃升至38%。社交媒体上，唐宫奇案细节解析话题累计播放量达33.6亿次。抖音精选 APP 相关深度解说内容播放量突破8.6亿次。后期20集之后，情感共鸣成为主导表达。角色命运讨论李佩仪放弃官位选择云游泰萨了。主题升华感慨封建女性困境看的人窒息等深度内容占比超过45%。抖音精选 APP 数据显示，该平台内剧集评分高达8.8分，91%用户给出4星及以上评价。核心好评集中在解读让我读懂了正片伏笔等深层认同维度。驱动这种心态变化的是3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叙事粘性的胜利，环环相扣的谜题设计逐步占领观众注意力。当壁上花、血色、天资、七星错等7个单元案件通过道教5行隐喻巧妙串联，观众发现每个看似独立的案件，实则都在为15年前李家灭门案埋下伏笔。这种案中案的复合谜题结构，让追剧过程变成一场持续的解谜游戏。角色成长弧的突破，主角团从工具化走向人性化的塑造过程。白鹿饰演的李佩仪从开篇面无表情的冷脸线主，到后期展现外冷内热的复杂性。王星越的肖怀瑾从智囊工具人蜕变为星象推演家、实证勘察双视角破案的立体角色。这种成长轨迹让观众产生了情感投射，情感锚点的共鸣，案件背后社会议题引发的深度共情。双引号，冥婚案中红衣新娘以骷髅意象控诉殉葬陋习，婉顺公主坠楼事件直指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这些不再只是悬疑故事的背景板，而是让女性觉醒落地为具体叙事的现实映射。观众从看热闹转为有共鸣，追剧动机完成根本性转变，在短剧时代重构长线叙事的生存空间。唐宫奇案知青雾风鸣的逆袭之路，恰逢影视市场面临深刻变革的关键节点。当前影视生态呈现出两极化特征，一边是开局及高能的短剧潮流席卷而来，5秒一个反转，10分钟讲完一生的强冲突、快节奏，只给情绪模式；另一边是传统长剧集遭遇观众耐心阈值降低、社交传播碎片化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部34集的古装悬疑剧要如何破局？唐宫奇案知青雾风鸣给出的答案颇具启示性。结构创新的精准卡位，单元案加主线迷双线推进的叙事架构，实现了爽感与深度的微妙平衡。数据显示，该剧前20集已完成冥婚案、公主焚尸案、宫墙藏尸案等6个单元案件，平均每3至4集一个完整案件，既保证了单元剧的节奏快感，又通过主线复仇牵引观众持续追剧。这种兼具长剧质感与短剧爽感的结构设计，恰恰击中了当下观众的观剧痛点，既渴望沉浸式的长线情感体验，又难以忍受传统长剧的拖沓铺垫。
技术加持的美学突围视听语言的精细化运作，成为差异化竞争的核心。剧组斥资3000万一复刻唐长安城，服饰纹样考证敦煌壁画，星图复原自敦煌文献，道具参照新疆壁画，这些基于历史考据的细节还原，构建起独特的电影级质感。更重要的是，剧集在美学风格上实现了中式恐怖与盛唐气象的辩证统一，红衣鬼新娘、血绘牡丹等诡谲意象与大唐内廷的华美壮丽形成强烈反差，营造出独属于东方的悬疑氛围。传播适配的智能设计，每集预留悬念钩子，完美契合短视频2次传播逻辑。数据显示，该剧在抖音精选 APP 的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达33.6亿次，相关深度解说、剧情拆解、细节赏析内容播放量累计突破8.6亿次。这种传播效果并非偶然，而是制作团队提前预设的结果。每个单元案件结尾都会留下未解之谜，每个主线线索都会在社交媒体引发猜测讨论，形成看完正片想深挖的传播闭环。面对短剧时代的冲击，长线剧集的生存空间重构需要3重突破。内容层面必须深耕类型融合的深度。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将悬疑、历史、人文3重元素深度融合，通过星象推演加实证勘察的双视角破案逻辑，赋予推理过程独特的文化厚度。这种基于历史真实性的虚构创作，恰恰是短剧难以复制的优势。运营层面需要精细化的口碑维护策略。针对开播初期的慢热争议，官方没有选择沉默或辩解，而是通过主演直播、剧情解析、细节考证等方式，将观众的注意力从吐槽引导至解谜。这种主动引导的互动策略，让负面舆情转化为深度讨论的契机。价值观层面要敢于触及现实议题的温度。当剧集通过一个个案件直击封建女性的困境、冥婚殉葬、和亲牺牲、后宫生存的权谋与挣扎时，它所引发的已不仅是悬疑故事的解谜快感，更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跨时空对话。这种价值层面的共鸣，才是长线剧集抵抗碎片化冲击的最强护城河。给剧集一点时间，还是开局即定生死？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的热度登顶，或许可以看作一次对当前观剧习惯的集体反思。在倍速播放成为标配、短视频切割注意力的今天，我们是否还愿意给一部需要耐心铺垫的剧集一点时间？当3秒入戏、10秒反转成为行业标准，那些需要10集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绽放叙事魅力的作品，是否注定要被市场淘汰？这部剧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精准定位、叙事耐力与制作诚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证明了一个或许被遗忘的事实：真正优秀的作品从来不怕慢热，怕的是在热度至上的时代，观众已经失去了等待慢热的耐心。那么，你的选择是什么？是坚持开局定生死的效率至上，还是愿意给剧集一点时间，等待叙事绽放？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追剧哲学吧。